娘子这武士图画的可真好，猛的一看呀，还真能唬人一跳。娘子，洛阳的庄户们来了，说是奉大长公主之命来府上拜见新夫人。你去和他们说，郎君去县衙了，晚些时候才能回府，请他们晚些时候再来吧。我就是这么跟他们说的，可那些庄户们都不依，说什么误不得农时，一定要赶在午前回去。洛阳的产业是郎君的家产，一直由临海大长公主代管。那些庄头大老远的从洛阳赶过来，哪有不歇脚，当即就要往回赶的道理？看来他们故意避开了守约，想要单独会一会我。也好，阿成，你把那些庄头直接带到上院去。娘子，真的不等郎君回来？守约光是操劳公务就已经很辛苦了，这些家务事就不用烦劳他了。是。娘子，屏风要设在何处？不必拿屏风，宫中赏的续命还有吗？你去拿10几根来。这不大合规矩吧？今日啊，要的就是不合规矩。都别愣着了，拜见娘子。小的们，拜见娘子。不敢当，各位都是大长公主的人，只不过是替我家郎君打理产业罢了。按世方的规矩，我最多只能算是诸位的东家，流离这乡有礼了。东家。阿妮、小谭，你们帮诸位积上续命，也算是结下相见的一份心意。这五彩丝线续命是武昭仪恩赏给我的宫中之物，驱邪避凶是最好不过的，更难得的是武昭仪的这份恩典。诸位啊，也请一起沾一沾喜气。快吃吧，吃完了还要赶回洛阳。娘子太过客气了，小的们都是裴府的下人，哪敢当娘子这等厚礼呀？以前陆家娘子在的时候，就对我等百般照顾体谅。小的们原想着陆家娘子已是这长安城里最和善大度的主母，没想到娘子竟比她还要客气。陆娘子是名门淑女，我不过是小户出身，跟陆娘子是云泥之别。陆家娘子重名声，我却不然。只要占了理，你们出门说我是全长安城最苛刻的主母也无妨。我祖上是胡商，耳濡目染，对钱粮账目多少有些了解。以后庄户上有什么问题，诸位啊，不妨与我直说，是非曲直，我还是看得明白的。娘子懂庄户上的事，那最好不过。禀告娘子啊，小的们所管的良田比别处要贫瘠些，今年雨水不好，恐怕非但交不了粮，就连庄中的农户们都要饿肚子、大饥荒啦。这倒是真没想到，种庄稼的非但不能有盈余交给主家，就连自己的口实都不够吃，这也委实太凄苦了些。不知庄园里统共有多少农户，还差多少粮米？你不妨将数目告诉我，我这就按人头给你们拨粮救灾。娘子真是大善人呐！洛阳庄上的农户有400-500户，2000多口，总要再添700-800担才够吃。400-500户，没想到洛阳的庄户竟有这么多人。请问老庄头，不知咱们庄上统共有多少田地啊？这可怎么说呀？
庄头竟连自己庄上有多少田地都不知，真是奇闻。既然如此，我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回去查清楚了。若还是查不清楚，那我也只好禀明大长公主，让她帮我换一批能查清楚自己庄上有多少田地的庄头来。既然娘子信不过我们，我等这便交了差，回河东公府听差便是，免得让人羞辱耻笑。没错，如此甚好。我也正想请大长公主来决断决断，为何诸位庄头没一个知道自己庄上有多少田地？我已经看过以往的账目，例如去年丰产，洛阳的1斗熟米只要2文半钱，天下皆知。你们说是按时收的1半交了几百担米上来，今日却告诉我养了4、500户2000多人，难道洛阳的1顷田地要200人来种吗？我本该立刻把你们这些人扭送官府，让你们把历年的侵吞全给我吐出来。只是怕伤了大长公主的脸面，才给你们这个机会。既然你等不怕闹大，我又怕什么？我们不可呀！此事若闹大了，大长公主绝不会承认是她侵吞了历年的熟米啊！咱们这帮人可就替大长公主顶罪了呀！其实按我本来的意思，我也不想把诸位逼上绝路。我方才说了，我对田产生意略有了解。你们方才一说庄户上有多少农户，我便知道裴明府的家业少说也有1000多顷良田，多的不论，就算1000顷中田，就算种的是最贱的粟米，市价是担米换匹帛。今年你们只要交来5万匹帛，以往的事我便再不追究，毕竟以往之事与我毫无干系，我何必费这个心思去算旧账、造杀孽呢？哎，说的是，对，就这么办。你们这群废物，连个妇人都对付不了，竟然还被他诓着立了这么个契约！裴行简家在洛阳的12处庄田往年收成不秋，今年按5万匹帛交清。5万匹帛，一个真敢要，一个真敢给。你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？还是被那个库迪琉璃下了蛊？回禀大长公主，那库迪娘子委实不好对付，小的们一时慌了神，心想，她要的1年5万匹帛，算来也不过是庄园收益的30%。总比被人报官逼着算旧账要好。现如今，裴行简娶了这个狐女，只不过同你们见了一面，就生生的夺了每年收益的30%，居然还哄得你们来帮他说话。这事儿就算这样了了，我也咽不下这口气。我说再不给他点厉害瞧瞧，日后岂不是更要得寸进尺？5万匹帛，5万匹，如此一来，大长公主必不会放过你。说到底，我才是大长公主的眼中钉。她虽然可以掳走我的家产，但是她不能对我做什么。可是你不一样，难道你忘记七娘的事了吗？我自然知道。可我什么都不做，他就能放过我了？这栋新宅，新宅后院的凉亭，凉亭中吹箫的雨奴，还有那些特意避开你来见我的庄头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
不都是大长公主冲着我来的吗？这些本来都是冲着我来的。就算他算计你，也只不过是为了我的家产。我说过，那些家产我不在乎，我只在乎你的安危。琉璃，你为何要为了那些身外之物，把自己置于险境呢？你难道以为我做这些，就是为了那些身外之物吗？那日你我一同归宁时，你替我教训了珊瑚和曹氏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难道是为了你自己吗？琉璃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抱不平，更是为了我们的将来着想，但是我真的不想看到你为了我冒险。哎，罢了，既然今日你已经出手了，那就不要有后顾之忧，一切有我。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，以后做事不许这样莽莽撞撞的，至少要提前告诉我，我也可以做个准备嘛。我敢这样出手教训他们，就是仗着身边有你。有你这样文武全才的夫君在，我怕什么呀？郎君，你今日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我瞧你这几日都憋在屋里，想着早些回来，陪着你在院子里走走也好。这不是后花园吗？怎么想起来画这个？我想照着后花园的景致做幅桌屏，你看画的可像？大到亭台楼阁，小到花鸟鱼虫，难为你记得这么周全。对了，娘子，今日外面春光正好，风也暖和，不如将这画案搬到后院去，这样赏春作画两不耽误。安妮、小谭，帮夫人把这画案搬到后院。守约，后院的景致我已了然于胸，在哪儿画都一样。倒是有一个地方我想去很久了。守约，过几日便是巡修，我想让你陪我一块儿去，可好？下个巡修日吗？嗯。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，我都会陪你去。我跟小谭偷偷打听，小谭说，这夫人不去后花园，就是因为雨奴。这雨奴近几日真是变着法儿的作妖，夫人去哪他就一定要跟到哪。夫人去后花园，临描桌屏背景，他就一定要在旁边画景，还句句不离先夫人。说什么先夫人给他托梦很多事，说什么？总之，就是说些您与先夫人当年的往事。这大长公主得知先夫人托梦给了雨奴，还特地让世子夫人来过2回，赏了不少东西。这世子夫人还说，这雨奴是陆家娘子转世，要续什么母女之情之类的话。这摆明了就是要在娘子面前抬高雨奴，好让娘子难堪。上次一点点味道就搞得你们夫妻不和，这次我加了这么多香粉，像库迪是你这么善妒的女人，还不和郎君和离了？把你们搞得鸡犬不宁，也能早点完成大长公主交代给我的事。快点啊，手里都麻利点。哎，好，叠好了这个。这边烧水，快点，加把火。好嘞。快点，快点，把这都叠板正了。这个给我。
哪个是郎君用的早豆？看上去都一样啊。阿娘，哎，郎君的热汤备好了吗？备着呢。得快点啊！哎，郎君昨日啊伤了风寒，这姜片千万别忘了啊。这姜片啊，早就备下了。行，大娘做事儿我放心。快点啊！动作麻利点儿。恭喜雨奴姑娘。恭喜雨奴姑娘！咱们府里啊，雨奴马上就有一桩大喜事了。就是。你的事娘子已经知晓了，娘子有话要问你，请你去一趟。娘子，雨奴来了。雨奴见过娘子，不知娘子唤雨奴来有何吩咐？你们的事，府中上下都知道了。你竟还揣着明白装糊涂，反问我何事？你是大长公主调教出来的人，本该比别的奴婢更识大体，懂礼数，自尊自爱才是。可万万没想到，你竟瞒着我做出这等丑事，你要我如何向大长公主交代？大长公主吩咐雨奴来陪府，就是为了来伺候夫人和郎君的。可事已至此，雨奴也顾不得羞愧了。请夫人看在我们两情相悦的份上，成全奴婢。易得无价宝，难寻有情郎。雨奴，你若真找到可以托付终身之人，看在大长公主的面子上，我自该尽力成全。只是，你可知他的心意？又岂知，他不是与你逢场作戏？请夫人成全。不光是我，裴府上下都已经闻见了他身上有你的味道。你俩之间是否有了亲密之举？阿郎，你要是再不出去啊，这事就真说不清了。我已经问过他了，你可知他是怎么说的？奴婢不知。他赌咒发誓，他与你之间清清白白，毫无瓜葛。你说我是该信你，还是信他？奴婢不敢撒谎。若你所言无虚，非要将终身托付于他，那我也只好禀明大长公主，成全了你们。娘子怎可听信他一面之词？事情的来龙去脉、是非曲直，还是当面问清楚比较好。雨奴，我问你，你身上的香气从何而来？奴婢身上的香气是天然体香，所以独一无二。这件事情，大长公主和世子夫人也是知道的。你们是何时何地定的情？可有凭据？夫人陪大长公主在佛堂那晚，雨奴听说郎君和阿成要留在县衙过夜，奴婢心生牵挂，便带了酒菜去了县衙，
恰好遇到了狂风暴雨，允奴便留在了县衙过夜。啊，难怪，阿成第2天回府的时候，我便在他身上闻到了允奴的气味。我再问你，你身上的香味果真是体香，又或者，这只是香粉的味道，花钱就能买到？这的确是奴婢身上的体香。夫人若不相信的话，可以去向大长公主求证。守约，事实就在眼前，你有什么话要讲？阿成，允奴说的话你都听到了，你有何话可说啊？阿成，与阿成有什么相干？禀郎君，夫人，阿成洁身自好，绝不敢与人有私，更何况什么肌肤之亲。请郎君与夫人为阿成做主，还阿成清白。人家允奴是大长公主亲自调教出来的婢女，知书达理，若不是与你，又怎会如此说，玷污自己的清誉呢？阿成，这怎么回事？这跟阿成有……阿成，你若敢对允奴始乱终弃，我便将你交给大长公主处置。何去何从，你可想仔细了。娘子饶命啊！阿成若之前有什么得罪夫人的地方，还请夫人大人不计小人过。阿成以后有半点事都不敢隐瞒夫人。郎君，阿成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郎君，郎君可万万不能把阿成往火坑里推，陷阿成于不义啊！这哪来的香气呀？嘘，你别说了，我正找你呢。我这身上怎么回事？我昨天晚上沐浴完之后，这香气不减反增啊！啊！哎，来，大家快来闻一闻！你嚷嚷什么呀你？别嚷嚷你！快来闻一闻！快闻闻，这是不是允奴身上的香气呀？没错，这是允奴身上的香味，我闻到过。对，就是允奴身上的，是不是？那时世子夫人来的时候也问过允奴，人家允奴说了，说这是他天生自带的香气，叫体香。体香，原来还有天生自带的香气。你怎么会有允奴的体香？你俩什么关系啊？行，我俩有什么关系？你们不要瞎说，我俩一点关系都没有的，你们别听他乱说。阿成，全府上下都闻见你身上有允奴的香气，你还有何抵赖的？人允奴这般如花似玉，又倾心于你，夫人有意成全你们，又何必辜负这番美意呢？搞错了，一定是搞错了，一定是搞错。我明明……这怎么会错呢？你刚才还承认的坦白，众人都听得清楚明白。阿成冤枉！禀夫人，阿成身上第一次沾到这种香气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当时在县衙，阿成碰了允奴带来的东西，所以阿成怀疑，说，我怀疑是允奴故意陷害我。去，这世上哪有什么体香啊，还越传越浓。哦，你以为你是牛羊呀？身上充满了膻气，洗都洗不掉。去，你胡说八道！我是大长公主派来的，我怎么会看上你这样一个下人呢？又怎么还会费尽心思的嫁给你？哦，现在说我是下人啊？那我问你，刚刚是谁在郎君和夫人面前？哎呦，说什么双双情投意合，又是谁跪求夫人成全？你说的这些话，大家可都是亲耳所闻。现在我又成下人了。好了，不要吵了。阿妮、小谭，你们去允奴的房间，看看有没有气味相同的东西。若没有，那证明你说的是真的。允奴，你放心，我和夫人一定会让阿成对你负责的。
真厉害，差点让他给蒙了。回禀郎君，方才我和小谭已经让府中的婢女们验过，大家都说这香粉和雨奴身上的香气一模一样，绝不会有错。雨奴，你为何要如此这般加害于我？请郎君夫人明鉴，还阿成一个清白。这香粉的味道的确特别，在长安买不到，你才敢谎称是自带的体香。可是俗话说得好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上次不是闻见郎君身上的香味生气吗？原来他们夫妇俩是故意设套，引我再出手，然后将沾有香粉的枣豆换给阿成。我怎么这么傻，竟然上了他们的当？这火还是不够旺，快点儿！大长公主向来治家严谨，为人公平公正，想必也容不下这种恶弊的。大长公主，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。崔夫人，您可还记得那日您闻到雨奴身上的香味儿，还问了香味儿的出处，雨奴是怎么回您的？雨奴说，那香气是他生来有之，是体香。阿尼，把雨奴房里找到的香粉盒呈给崔夫人，请崔夫人闻一闻，那香粉的味道可是那日崔夫人闻到的香气？大娘，你就莫要再为难我了。前几日闻到的香气，我怎还记得住啊？记不得不要紧，反正我把人都带来了。雨奴和另外2位证人这会儿都在外面。大长公主若不信，把人叫进来一问便知。跟我来吧。大长公主只吩咐雨奴进去回话。世子夫人让我提点你，咬死不认。大长公主自会给你成药。雨奴，库迪大娘所说之事，你可有辩解？回禀大长公主，这其中虽有天大的误会，但雨奴的确有错，奴婢不敢辩解，甘愿认罚。但请大长公主再给雨奴一次机会，让雨奴不再辜负大长公主您的期望。误会？整件事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哪来的误会？若说是误会，莫非你想栽赃陷害的人不是阿成？雨奴，当着临海大长公主的面，我再问你一遍：你想栽赃的人难道是另有其人？难不成你想陷害抹黑的人是守约？夫人明鉴，雨奴不敢。大长公主，都是雨奴的错，求大长公主再给雨奴一次机会，将功补过。阿崔，雨奴是你挑的人，如今办错了事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媳妇调教无方，
辜负了阿家对守约和库迪大娘的一番心意，媳妇有罪，请阿家重重责罚。雨奴，我本对你寄予厚望，你却如此无能。你倒说说看，我该怎么给你机会？为何要给你机会啊？求大长公主开恩，雨奴再不敢造次，一定好好服侍郎君和娘子。求我做什么？我早就把你送给了守约夫妇，他们才是你的主君主母。如今你犯了错，是打是杀是去是卖，便该由你的主母做主才是。这雨奴啊，是因齐娘才得阿家恩惠，要不就让雨奴留在裴府吧，为齐娘诵经祈福，超度来生，也好宽慰阿家对齐娘的思念之情。雨奴，你可愿意？雨奴叩谢大长公主，叩谢夫人。哎呀，不瞒你说，我之所以偏爱雨奴，是因为这雨奴长得与我那义女陆齐娘颇有几分相像。只要我看见了她，便能想起我那个义女。若大娘能体恤我这份爱女之心，这回便饶了她吧。日后找回了她的买奴契，再将她远远地卖了便是。到那时，我也眼不见为净了。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这是郎君特地命厨房给你准备的早膳，说都是陆家娘子生前最爱吃的，你赶紧吃，吃完之后我赶紧去复命。吃完？雨奴，这祠堂可是我们裴府最神圣的地方，平日里我们都不能擅自进入的。今日郎君特别吩咐让你打扫祠堂。我？你知道，这祠堂原来是陆家娘子亲自照料的。今日郎君将此重任交付于你，那是对你的信任。你却说出这样的话，真的是……别说了，我做便是了。进来吧。哎，郎君真是格外关照你呀，命我将陆家娘子生前最爱的佛经拿来，让你日日学习抄写。让你先从这本开始抄起。这么早将我叫醒，又要安排我做什么？郎君为了让你更好的打扫祠堂，每日清晨让你锻炼筋骨。什么？先从每日站桩1个时辰开始吧。
就去站桩，吃完早饭呢就要去打扫祠堂，下午呢还要抄写佛经，到了晚上还要喝我们给他准备的补药，一天到晚都不得空闲。娘子啊，你是没瞧见他那副样子，十分不情愿，但是呢又不得不做的样子，每天啊那脸气得通红，真是让人解气。把那卷蓝丝线递给我。郎君这一招制敌呀，雨奴也该安分守己一阵子，不敢再出来作妖了。娘子，你为何还躲在这里啊？不如让小谭陪着你去花园散步。我这几日足不出户，本就不是为了躲他，是想赶着把这副桌屏做出来。我是大长公主派来的人，你们敢拦我？对不住了呀，这是郎君的意思，担心你一个人出门不安全，所以吩咐下来，以后你出行都由他陪着。郎君是忙，哪里有功夫陪我呀？郎君再忙也是有巡修日的，你耐心等着吧。要明日才是下一个巡修日，怎么今日都不能出门吗？哎呀，我才想起来，下个巡修日郎君已经安排出去了，陪着娘子出去赏春。要不你再等上个10日，且看着郎君有没有时间陪着你出行吧。下一个巡修日。娘子，明日便是巡修日，你说好了陪我出门的，可还有空？是不是这几日在家里闷坏了？你放心吧，我答应的事情什么时候食言过？只是有件事情要见娘子的巧手一用。何事啊？这件事情我本来想自己做，所以这几日在县衙里待到这么晚。可是无奈怎么都做不好，这才想起我家的娘子可是统领过宫中上服局的库迪大家，这手上的精巧功夫，那可真是精彩绝伦。放眼这大唐，好了好了，把我夸成这样，也不知道是什么精细活，竟能把你给难住。要我做什么？待明日踏青回来，我帮你试试便是。可是你的郎君，一刻都不想多等了。阿妮、小谭，东西都带齐了吗？回禀娘子，娘子吩咐的物品、酒菜糕点都已备妥。给我吧。琉璃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守约，我早就想和你一起去那儿了，可惜一直不得空。今日恰是时机，也好了却我长久以来的一桩心愿。雨奴见过郎君、夫人，瞧这模样，郎君可是要带娘子去郊外踏青？好没规矩，这是你个奴婢能问的。大长公主将奴婢留在府上，为陆娘子诵经，奴婢又怎敢不恪尽职守？郎君大约是忘了，今日是先夫人的忌日。如今这何府上下只闻新人笑，竟然连先夫人的忌日都忘得干干净净，就不怕先夫人在天上寒心吗？今天天刚擦亮，郎君就已经去祠堂祭拜过先夫人，容你在这多管闲事。郎君情深意重，悼念亡妻本就是正大光明之事，为何要趁天蒙蒙亮？啊，只怕是为了顾及夫人的感受，这倒是雨奴多事了。守约真要带我去陆家子子的墓前祭拜，正大光明，郑重其事。你们不是要去踏青吗？为了给陆家娘子准备祭品，娘子辛苦了这么久，将她生前最爱的锦织一针一线绣下来，这份心事岂是你能晓得的？娘子闭门不出，你以为就是怕了你吗？
笑话。雨奴，你日日将先夫人挂在嘴上，却连她的墓前也从未去过吧？春来执笔画思念，为情写的红梅叶。池塘边，柳树旁，满江诗一书从前。匆匆老去那些年，愿有月宿南园。我寄相思，谁接线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。几经风雨诉缠绵，似沧海一桑田。春秋有往溯流年，花凋谢笔生寒。青春逝去笔少年，寒雪天际山远，却醉寒窗一灯闲。望明月有阑珊，人尽窗寒笔有雪。愿有月宿南园，我寄相思，谁接线？长亭外，小桥边，明月下，别窗前。几经风